老夫人，节哀吧。侧妃娘娘到底是犯了地，能回娘家停灵3日，已是太子殿下开恩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民妇不敢。殿下说了，侧妃娘娘生前性子柔，死后也别闹得难看。你收了银子，将人安葬之后，不要再提东宫半个字。怎么嫌少？民妇谢殿下恩典。这才对，人死灯灭，活人总得识趣。之晚17岁时，你嫁入东宫，阿娘盼你一生顺利。19岁，你来信说有了身孕，阿娘高兴的整夜合不上眼。怎么到了20岁，你回阿娘身边，就只剩这具冷冰冰的尸体了？这是我开的安胎房，怎会多了一味胡话？之晚从小跟着我认养，他绝不会喝错。这根本不是落水，是有人夺子。阿娘来晚了。太子妃娘娘怜你丧女，特许你明日入宫谢恩。谢什么恩？谢娘娘保了你女儿最后体面。若不是娘娘替她求情，一个失足落水的侧妃，哪配穿嫁衣出宫？民妇明白。进宫后嘴巴放干净些。太子妃娘娘身怀皇嗣，金贵得很，受不得冲撞。是。还有，别妄想见到太子，殿下正为娘娘腹中孩子斋戒祈福，没空理你这种晦气的人。凤袍内绣，东宫之中只有太子妃崔令雪能用。之晚，这是你给阿娘留下的线索。若后世皇族作恶，凭此令清君侧。我多年没碰到，如今他也该见血。去！一身晦气，别冲撞了贵人。从侧门走。真是没福气，他刚死，太子妃娘娘就有了。死的也巧，听说昨晚太子殿下亲自守在娘娘床前，寸步不离呢。那我说，这才是正经夫妻。侧妃算什么？不过是太子年轻时尝个新鲜。看什么？我们说错了？我女儿落水时，你在何处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你怎么知道她没福气？年纪轻轻，嘴太脏，手也不稳。老夫人，太子妃娘娘等着呢，随我来吧。之晚，此生你就是之晚的母亲。民妇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太子妃你。起来吧。之晚的事，姑也同心。他自幼在民间长大，不懂宫规，夜里私自去湖边，才酿成大祸。殿下说的是，本宫也劝过他，可他总觉得殿下臭不了，也能越过规矩。如今闹成这样，本宫心里其实也不好受。敢问娘娘有孕多久？放肆！无妨。太医说月份上清，本宫也才知道。娘娘福泽深厚。是啊，这孩子来了。姑让你进宫，是念之晚生前惦记你。若安分，姑会叫人每月送米粮到你府上，保你衣食无忧。谢殿下。之晚生前在东宫的遗物，东宫会提抚你，不用再惦记了。之晚的遗物，民妾不能带回去，留个念想。人都没了，还留那些东西做什么？本宫替你处理，也是为了你好。娘娘思虑周全。拿着。这是太子妃娘娘赏你的，拿了东西就把嘴闭牢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自己掂量清楚。侧妃娘娘命薄，留不住这天大的富贵，你这当娘的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借嬷嬷金口，民妇自会惜命长寿。阿娘，这嫁衣太重了，绣得我手疼。没规矩，哪有新娘子想着跑的？太子答应过我，之后要带我去看海的。定是之晚临死前拼命抓住了凤袍，生生扯下来的证据。饶命！老夫人饶命！东宫的杂役，谁让你来的？并无旁人指使，是小人一时贪财，想偷些陪葬品，自作主张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实道来。我说，是东宫的管事嬷嬷，她说侧妃娘娘身上的衣裳绝不能留，只要烧干净就给小人50两银子。只烧衣裳？还有手指，小人只是拿钱办事啊。
老夫人，大清早的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昨夜家里来了个贼，要烧我女儿的尸身。胡说八道！东宫的人怎会做这种下作巨盗？公公救我！是嬷嬷，是嬷嬷让我来的。贱奴，竟敢拍咬主子！来人，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人是我抓的。怎么，你想拦着东宫办事？我只想问太子殿下一句话：东宫为何急着烧他衣裳，断他手指？老夫人，你女儿已经死了，你若再这么不知好歹的闹下去，你家这口棺材怕是也保不住。来人，把棺木抬走！属下不知是您，赵统领，你疯了！你跪这个老妇做什么？起来，今日你就当没见过。东宫有令，今日出兵只为缉拿昨夜的毛贼，任何人不得惊扰王者安息。放屁！谁给你的令？东宫公子要是不信，大可现在回宫去问太子殿下。好，好，老太婆，你给咱家等着，走。原来这京城里还有人认你，那就好办了。夫人，小的真没说谎，小的知道的真的就只有这么多你先了。回去吧。到你话上说。侧妃婉死前的那一晚，东宫后院封了整整半夜，调了重兵把守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，谁都不许放当心。时谁在里面？太子殿下、太子妃娘娘、管事嬷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接生婆。接生婆？对，是从宫外悄悄带进来的。那老婆子长相奇特，左边脸上有块鸡血眼的青斑。她走的时候，身上的衣裳全都是血。嬷嬷当场塞给她沉甸甸的一包银子，叮嘱她去城南避避风头，过几日再出城。带路。在这儿！喊一个字，我卸你一颗牙！东宫那一夜，你是为谁接生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过是个接生婆。你不说，我这就把你送回东宫。你猜太子妃会不会留你性命？我说，侧妃娘娘没死，至少我进去的时候她还活着。是个孩子呢，已经成型了。太子妃当时在帘子后面说，只要孩子能活，侧妃死不死都无所谓。可那孩子抱出来的时候就没哭，已经没气了。嬷嬷嫌晦气，叫人直接拿走了。拿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太子妃当时就发了疯，大骂侧妃路子不争气。陛下劝说不能白忙活这一场，让东宫太医照原计划对外给太子妃报喜，就说太子妃有孕。原来崔令雪有孕是假。侧妃娘娘当时醒了，爬过去抓住太子妃的凤袍衣摆，求她把孩子还给她。太子妃说，生的东西也配叫皇嗣。后来呢？太子殿下怕事情败露，让人按住侧妃娘娘，直接丢进了后院的湖里。太子还说水能洗干净。他们来了！贱妇，果然是你在背地里乱嚼舌根！老夫人救我！救我！老妪，你倒是个执拗的。太子妃娘娘给你脸，你偏要把脸丢在地上踩，非要自己找死。我外孙在哪？外孙那团没气儿的死肉早被扔到野地里喂狗了。你们这种低贱的血脉，还指望能入皇家的御籍，真是做梦！你亲眼看见孩子死，看清楚了，你女儿还有她肚里的那个孽种都没了。拿下他！太子有令，活的死的都行，给我乱刀砍死！按宇司旧部，见过长令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安雨思
安雨思早在20年前就被先帝下令废除了。废的是明面上的衙门，不是杀人的刀。你到底是谁？沈之婉不过是一个小商户的女儿，你到底是谁？一个来替女儿讨债的母亲。你敢动我？我是太子妃的人，你动了我，东宫绝不会放过你。这线是你缝进之婉嫁衣里的。我全说，侧妃娘娘刚有孕时，太子殿下也是高兴过的。可太子妃多年无子，崔家在朝中权倾朝后，太子妃绝不容许一个侧妃抢妃生下皇长孙。太子殿下既想要孩子稳固储君之位，又怕崔家跟他翻脸，他就和太子妃设局，等侧妃娘娘肚子满了7个月就推产，若是活的，就记在太子妃名下当嫡子养。若是死胎，就对外宣称是太子妃怀了孕，再寻别的法子遮掩。侧妃娘娘发现安胎药不对劲，想写信向您求救，可信当晚就被太子妃截下了。娘娘被关在柴房里折磨了整整7日。阿娘救我！那夜，侧妃娘娘一直喊着您的名字。老夫人，不是我动的手啊，都是太子妃，是太子妃逼我这么干的。孩子到底在哪儿？说，没死。说，让孩子抛出来时没哭，接生婆以为没气儿了，可后来负责报信处理的小内侄发现那孩子动了，小内侄害怕担责任，没敢上报，偷偷送到了冷宫后头的乳母房。太子妃后来知道了，但没杀他。为什么？他要养着，等他自己假孕的月份够了，再把这孩子抱出来，认作他亲生的嫡子。我知道乳母房在哪儿，我可以带你去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把知道的都说出来，我还可以执政太子妃。之婉求你的时候，你放过他了吗？我只是个奴才，主子的命令我不能违抗啊。那你也该知道，奴才替主子做事，一样要拿命来还。夫人饶命！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作恶了，小的再也不……你不是不敢，是没胆量承担后果。萧承业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旧刀已经出鞘了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他还活着，之婉的孩子真的还活着。你想干什么？太子妃娘娘有令，除了送药的人，谁都不能碰小皇孙。他不是太子妃的孩子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之婉满月时，我亲手给她戴上的长命锁。您是侧妃娘娘的母亲。侧妃娘娘太惨了，那夜这孩子被送来的时候，全身冰冷的像块石头，我抱着喂了半宿的热汤，都以为养不活了。太子妃的人天天都来问，可他们只问这孩子活没活，却从来没问过他疼不疼、病不病。外祖母带你走，我们离开这吃人的深宫。带不走他，夫人，您带不走他。为何带不走？这孩子之前接触过东宫特制调理放药，得每3天按时服用配套养护汤药才能安稳。今夜刚好到日子，要是取不到养护汤药，孩子怕是会出事变。药方在哪儿？在太子妃寝殿里，太子妃贴身收着，旁人根本碰不得。
姑还真是小看你。老夫人，你费尽心思找到他又如何？他靠汤药续命，这辈子都离不开东宫。你们杀了他的母亲，如今还想困他、抢他一辈子。本宫这是在救他，本宫可以给他嫡子的身份，给他无上的荣华富贵。若是跟着你，他这辈子就只能做一个见不得光的孽种。把孩子交出来，姑可以当今晚的事从未发生过。太子殿下，我只问你一句：知婉死前求过你吗？求了，怎么没求？他求殿下救他，求殿下看在当年的夫妻情分上放过他。可他忘了，殿下是储君，将来的天下之主，储君怎么能被一个女人拖住？当年在江南，你中毒快死，是知婉放血喂你，才保住你这条贱命。那时候他可曾在意你是不是储君？够了，闭嘴！老夫人，你以为凭你手里那几个旧部就能闯进这东宫要人？外面现在全是禁军，今夜你不仅带不走这个孩子，也别想活着走出这道门。撑不住了吧？求本宫，只要本宫高兴了，或许会救他一命。你那短命的女儿沈之婉，当初也是这样跪在本宫面前。不过，她求饶的声音可比你好听多了。解药，本宫还是不太高兴呢。磕得好，本宫还要你再说一句：沈之婉命贱，死有余辜。这般话，你没命听。这是什么声音？皇城集中，只有父皇驾崩或是叛军宫变，此钟才会响。太子殿下，你为了围堵我，把你所有的亲信精锐都调到了东宫之外。对，你做了什么？启奏殿下，东宫外乱了，禁军统领派人来报，有御前内侍手持先帝密诏闯入乾死宫，要求太子殿下即刻进宫面圣。胡说八道！父皇病重昏迷数月，谁敢在这时候假传密诏？殿下，那密诏上盖着先帝私印，还有安宇司旧令，陛下已经醒了，宣您入宫。殿下不能去，他今夜硬闯东宫，那密诏却在此时出现，这分明是调虎离山。太子妃这话可真有意思。皇帝宣诏，储君却抗旨不去。你是想让这天下的臣民都知道东宫心虚吗？你以为搬出先帝就能压得住姑？能不能压得住，殿下去乾清宫看看便知。药在我手里，沈氏，若敢让殿下离开这东宫半步，我现在就毁了他。你不会？莫非你敢与本宫赌上一赌？崔令雪，你比谁都想让这个孩子活下去。你假孕的局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一步，这个孩子若是死了，你拿什么去堵崔家上下的嘴？拿什么来稳固你这东宫太子妃的位置？把解药给他。殿下，姑让你给他。验。孩子留下，你跟姑进宫面圣。殿下到了此时，还想着拿我当人质？你今夜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不就是想为沈之婉讨回一个公道？那就跟姑去御前，当着父皇的面，一切说清楚。殿下，他绝对不能去御前，他手里有能毁了我们的证据。你闭嘴！萧承业，你现在知道怕了，那晚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亲口对我说，只要这个孩子记到我的名下，往后东宫变得高枕无忧。贱人，住口！你打我！你竟然为了那个死人打我！
若不是你这贱人嫉妒成性、心狠手辣，事情怎会落到今天这个无法收场的地步？这就是之婉爱过的人，酿成了这般滔天的血祸，他反倒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那就一起死！今日谁也休想全身而退！这是我的孩子，他必须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！都在干什么？给姑把太子太按住！萧承业，你别忘了，崔家能扶你坐上这太子之位，也一样能毁了你。进宫。照看好他。之婉若是还活着，绝对不会想看到你如今这副咄咄逼人的样子。他若是还活着，你敢见他吗？他直到临死的那一刻，还在盼着你回头。他不敢看。父皇，儿臣听闻今夜有人在宫中假借先帝名义生事，惊扰了圣驾，儿臣护卫不力，特来请罪。你究竟是谁？先帝暗与司掌令审视，奉先帝遗诏，入宫清剿皇室败类。暗与司不是早在20年前就已经解散了吗？是他。朕幼年时曾在先帝御前见过此令，先帝临终前曾对朕说过，若萧氏后人无德，祸乱朝纲，自会有人持此令入宫，正纲纪清君侧。父皇，此妇人因丧女之痛早已疯魔，满口疯话，她的话绝不可信。父皇，侧妃沈氏本就是落水难产而亡，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伪造出来构陷儿臣的。父皇明鉴啊！这孩子是谁？回陛下，这是之婉侧妃腹中足月男胎，太子妃命奴婢将其暗中喂养，准备日后假冒东宫嫡长子，一成大统。贱婢胡说，本宫撕烂你的嘴！这就是本宫生的孩子，这就是本宫生的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民妇万万不敢撒谎，这孩子是民妇亲手接生的。你给朕把话说清楚！侧妃娘娘那时候人当时还活着，是太子妃下令，当时太子殿下就站在屏风外面，他什么都看见了，他就在旁边看着呀。他说的可是真的？你给朕抬头！儿臣冤枉啊！儿臣当时是被崔氏这毒妇给蒙蔽了，儿臣真的只以为之婉是落水难产保不住了，儿臣也是痛心疾首啊！父皇，求父皇明鉴。你说什么？父皇，是崔氏他结合之婉怀有身孕，他诞下庶长子，威胁到他的地位，是他逼着儿臣配合他的，儿臣只是一时糊涂，受了这毒女的蛊惑，才铸成如此大错啊！父皇。好一句一时糊涂，萧承业，你当真说得轻巧。陛下，请您亲眼看看吧，这桩桩件件全是太子萧承业亲笔写给我的计划。
在这密信之上，连我如何装作贾孕，每月又该如何买通太医瞒天过海，他都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毒妇，你竟敢伪造书信陷害国公，杀了你！孽障！父皇，儿臣是储君啊，储君怎能没有嫡子？崔家逼得太紧了，儿臣也是没办法呀，父皇。所以你便杀妻夺子。他不过是个侧妃，姑已经给了他无上的荣华富贵，是他自己不知好歹，不懂退让。非太子，父皇，父皇！非太子圈禁宗庙，终生不得出。崔氏恶毒赐死，审视之晚，追封太子侧妃，不，追封皇子生母，以皇子妃之礼下葬。不够。他不要虚名追封，他要真相昭告天下，还他一世清白。他要杀他的人，按先帝遗诏公开受刑。你还想杀姑？姑是皇子，是父皇的骨肉，你一个贱妇，凭什么杀姑？先帝遗诏在此，皇族成员若有残害无辜、杀母夺子者，按于司可先斩后奏。父皇救我！儿臣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奸妇杀了儿臣啊！父皇，你欠之晚的是一条命，一尊尊严。这债绝不是圈禁宗庙就能还得清的。你不能杀我！之晚爱我，他那么爱我，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他要是活着，绝对不会愿意看到你杀了我的。你也配提他？之晚，我不是不爱你，真的，我只是没得选择。太子之位、朝堂争斗，还有崔家的逼迫，每一步都是他们逼着姑往前走的。你若是能懂事一些，生下孩子后主动交到令雪手里，我们分明还能好好过日子的。之晚人都死了，你到如今还要怪他不够懂事？那我呢？谁替我想过？我从小就被推上这储君之位，全天下无数双眼睛盯着我，我错一步就会死。他心中明明有我，为何就不能多体谅我半分？为何就不能委曲求全，助我一臂之力？他帮过你，用他的命帮过你。殿下，昨夜在乾清宫，您为了脱罪，推的可真够快的。若不是你这个毒妇百般算计，之晚根本就不会死，姑也落不到今天这个地步。那夜动手按住他灌药的人是你，
签下那封灭口密信的人是你，最后说要将他水葬毁尸灭种的人也是你。你现在装什么情深意重？你做给谁看？你自己信吗？开棺。凭什么？这到底是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死了，还有人拼了命要替他报仇，替他讨回公道？我从小就被教着去争，教着去抢，教着绝对不能输。我嫁进东宫这么多年，人人都盯着我的肚子，人人都在戳我的脊梁骨。可他呢？他一出现就有了孩子，连太子看他的眼神都变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的好处都是他的？你可怜，不代表你能害人。若我不抢，所有人都会笑我，崔家会笑我，京城的贵妇会笑我，连地下的奴才都会笑我。那你该去杀笑你的人。岳母，我错了，姑真的知错了。姑愿意给芷婉立庙，追封她为正宫皇后。姑愿意让那个孩子认祖归宗，立她为太孙。求你饶我一命，姑以后日日守在宗边，为芷婉诵经超度。求您饶了我。孩子不能没有父亲，神母，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啊！孩子不能没有父亲。他有母亲，只是被你杀了。芷婉，芷婉，你救救我！芷婉！可芷婉再也听不见了。我不接，拿开！你们凭什么刺死我？萧承言，你这个没用的懦夫，活该落得这个下场！崔家那群见风使舵的软骨头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还有你这个低贱的沈氏，沈之婉那个贱人，她该死，她活该被淹死！就算你赢了这一局，又能怎么样？你杀光了我们，又能怎么样？你女儿终究是死了，她再也回不来了！她死前死死抓住了你。他不是怕死，也不是向你求饶，他到最后一口气都在给我这个母亲留指路的证据。这是你该还的。呸！堂堂当朝太子，竟然是个杀妻夺子的畜生！那太子妃更恶毒。沈之婉，沈侧妃，天爷，怎么会是他呀？是他呀！老人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告示上写的是东宫的事儿，你哭什么？你们不知道，你们不知道啊！去年冬天，我那小孙女发起高热，浑身抽搐。我抱人去医馆，可大半夜的，人家嫌我们穷，没钱给药费，死活不肯开门啊！是东宫的那位侧妃娘娘，是沈姑娘啊。她正好坐车路过，二话不说就下了车，偷偷出宫给孩子施针救命。临走时，她还把头上的银簪塞到我手里，让我去买药。那么好的人，她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啊？原来是那位娘娘。前年冬天，我倒在路边难产。也是这位沈姑娘正好路过，她不嫌我一身污血，亲自给我接生，救了我们娘儿俩的命啊！可不是嘛，城西平户区前阵子闹疫病，是沈姑娘自掏腰包，偷偷让人送去了一车车的药材，那可都是救命的药啊！我亲眼见过，那天她被东宫的恶奴强行抓回去，挣扎着被塞进马车里，可就在车帘放下的那一刻，她还拼命把一包治风寒的药塞给了路边正在咳嗽的孩子。夫人，如今大仇已报，您要带小先生回哪里？回家。
孩子到底是皇室的血脉，朕想将他留在宫中。你放心，朕会给他最好的封号，许他一个最稳当的前程。陛下保不住他。9年前，织婉进东宫时，太子殿下也曾对民妇保证，会一生护他周全。是朕对不起他。这话，陛下不该对民妇说，陛下该去他的坟前亲自对他说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带孩子走，我要当年东宫所有涉事之人一个不漏，全部给我的知人陪葬。我要当年被暗语司查到却被皇家强行压下去的贪腐案重新彻查，公之于众。我要崔家彻底失势，崔氏子弟永不入朝廷中枢。你还是和当年一样，分毫不让，够狠。我若不狠，今日躺在棺木里死无全尸的，就不止我女儿一个人。朕逼你。为何不连朕一起杀了？先帝当年创我一脉，令我等清扫朝堂败类，不是为了让我等构算江山。陛下若还想坐稳屁股底下这把龙椅，就别再养出第二个萧承业。属下昨夜曾奉东宫之令，带兵围杀夫人，属下特来向夫人请罪。你昨夜围杀的是一个为了女儿不顾一切的母亲，而不是我。织婉，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阿娘一个都没放过。别怕，阿娘这就带你回家。爷爷，这是织婉姐姐以前给我装糖用的，我一直留着。你闭嘴！侧妃娘娘生前救过的人多了去了，今天谁都能来送，轮不到你在这儿嚼舌根。夫人，不写上皇室册封的侧妃称号吗？不写，这些虚名，我的织婉不稀罕。阿娘，若我以后过得不好，能不能回家？傻丫头，胡说什么呢？太子殿下既敢求娶，自然该护你一生。织婉，是阿娘错了。人心这东西最是反复无常，根本不能拿誓言去判。以后你便跟着外祖母姓沈。夫人，这个他毕竟是皇孙啊！他先是织婉拿命换来的孩子，其他的不重要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册封沈氏织婉之子为昭平郡王，特赐京中郡王府邸一座，京郊良田千顷，以彰皇恩。请接旨。夫人，您就收下吧。陛下特意交代了，说这些都是给您和孩子的补偿。回去告诉陛下，
他的补偿给错了地方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这府邸改建成义庄，用来收养天下无父无母、流离失所的孤儿。那千顷良田的全部收益，分毫不留，尽数拿去施药救人。是，奴才定将夫人的话一字不落地转呈陛下。长令，如今您是要重开安语司吗？这些人多年隐在暗处，如今一朝为了我现身，朝中那些权贵怕是早已人人自危，夜不能寐了。长令，您这是做什么？长令，这可是先帝御赐号令安语司的信物啊！安语司当年因乱世而生，如今海晏河清，也该因太平而止。从今日起，世上再无安语司。你们若愿意卸甲做个寻常人，我给你们银子，分你们田地，去过安稳日子。若你们骨子里还想拿刀，那便去守着义庄，去守那些无依无靠、没人护着的孩子。属下愿守义庄，守护那些孩子。属下等誓死相随。之晚，阿娘带你的孩子来看你了。你放心，这次阿娘一定会看好他，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。老皇帝自打那场大病后，如今总算是肯听人劝了。可不是，崔家这回是彻底完了。夫人，老奴在宫里待了半辈子，这还是第一次知道，宫墙外的天，原来有这么宽，这么大。以后有的是时间去看。之晚，阿娘带你儿子回江南了。你小时候亲手种的石榴树还活着，今年结了好多果子。夫人，小公子如今安定下来了，应该给他取个名字了，就叫长安吧。只愿他一生长安，岁岁无忧。乖，不哭。这症状和那夜在乳母房里见到的一模一样，分明已经喂过解药，怎么会复发？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看好宅子。是药材积蓄导致的症状，是长期混合服用多种寒凉药材造成的。怎么解？要断根，只有太医院调配的中和堂药能解。你这一回头，京城那帮人可都张着网等你了。孩子留你这儿，看住了。长令，你跟着我做甚？怕有人暗算您。您不在京城这些日子，崔令雪的那个庶妹夫，工部侍郎刘重生在暗中联络朝臣，他放风说您手里的先帝遗诏是伪造的，正准备联名弹劾。黑铁令和遗诏都是御赐，弹劾我？他们手里攥着被篡改过的案件底稿。
永和12年腊月，御史王克半路遇害，刘重生现在咬定当年是暗语司。永和12年，先帝命我暗查宰相贪墨。我拿到通敌铁证后，朝廷正要审讯，宰相却在狱中猝亡，对外仅暂未公示其通敌罪状。御史王克性情耿直，因直言进谏被贬，半路遭宰相余党截灭杀口。如今刘家想借旧案栽赃当年的暗语司，一旦诬陷坐实，先帝当年授予暗语司办事的信物便会遭世人质疑。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发难？下月15朝会，刘重生已经拉拢了御史台和吏部的几个人。中和汤药呢？在太医院库房锁着。工部侍郎刘重生升任户部左侍郎。求配一份中和药剂。此药配伍受限，吾陛下谕旨不可私取。药是在谁手里？沈娘子，随我来后房抓药。你是为了你外孙身上的症状而回来的吧？当年那几味相克寒凉药材，宫中本就管性严格，仅留存3份配伍样本，专供太医研究药性，1份留作药库存案，1份用于往年病患药理试调。至于最后1份，10年前被当时的太子萧承业借调理内眷身子为由，私自调走了那份药材样本。萧承业拿去对付谁？本想用在崔令华身上，后来没用上，却长期混入你女儿的汤药之中，日积月累，损伤气血。中和汤药我昨晚就配好了，方子和剂量在里面。你我素无交情，为什么帮我？当年知晚来太医院核对药材，帮我认出了一位混在柴胡里的勾纹。要不是他，当年太医院得因为抓错药死1半人。我这条老命是他给的。对了，刘重生手里的王克案宗卷是假的，当年先帝命我暗中赠入过1份底本，真的就在文渊阁第3层最里面的暗格里。你拿到它，刘重生的折子就是张废纸。快走！长令，刘重生今早进了宫，太后传话，今晚在慈宁宫见你。太后是什么态度？没说，但太后既然肯私下见你，就说明还没打算偏袒刘家。这里面是救命的药，你现在就带人马不停蹄送去临安。孩子病好了，带到义庄先藏几天。京里的事，我去会会太后。听说你把那块黑铁令给批了。先帝当年留这东西是给你们保命用的，你批了它，不怕朝堂上那些唾沫星子把你淹死？保命靠的是刀，不是铁。刘重生把王克的旧案折子递到我跟前了，他还说你手里的先帝遗诏是伪造的，真的宗卷在文渊阁，太后大可派人去取。哀家懒得管刘家，但刘家要的不仅是你的命，他们怕你那个外孙长大后回京找他们清算。这牌子能进文渊阁，天亮前还回来，别让哀家难做。多谢太后。
沈夫人，我姐姐做错了事，刘家知道，但刘家不会认错。他们要借王克的死，把安与思彻底定成通敌的逆党。只有把沈家连根拔起，刘家才能睡个安稳觉。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今晚，刘冲长今晚要放火烧文渊阁，真的宗卷一烧，明天早朝他们拿出来的伪造宗卷就是铁证，你必死无疑。找到了。手脚干净点儿，从角落开始烧，今晚必须烧成白地。有人来过。大人快走，我是控不住了。宗卷已到手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洗洗吧。刘重生今晚是逃不脱干系了，但这火是冲着毁正去的。明天早朝，他必然会狗急跳墙，死咬着你不放。那就让他咬。刘重生手里的假宗卷说王克死于安与思，但这真宗卷上写的一清二楚，当年指使余党杀人灭口的是他的岳父，前任宰相崔远山。崔远山已经告老还乡多年，你拿什么对证？王克当年随行的书童还活着，当年他死里逃生，被我的人藏在洛阳。2个时辰前，小臣已经把人秘密带进京了。明天就在金陵殿上当面锣对面鼓的敲。陛下，太后按与司审事私持伪造遗诏，在京中滥杀无辜。昨夜此妇更是疯魔，竟焚烧文渊阁，企图毁去永和2年旧卷，死无对证。此等逆贼，若不当殿格杀，大梁王法何在？陛下，审事此举目无国法，实乃国贼。若不严惩，朝廷法纪何在？让沈氏进来。
陛下、太后，臣手里这份是永和2年12月御史王罪案的御笔亲批原件。上面不仅有先帝的朱批，还有当年刺客被擒后亲笔画押的供状。当年指使劫杀王御史，事后又将罪名栽赃给安宇思的，正是前兵部尚书刘侍郎的岳父崔远山。你血口喷人！那宗卷昨晚已经被……已经烧了是吗？刘大人昨夜带着人在文渊阁3楼翻箱倒柜，烧得确实干净。可你也不想想，真要是要紧的物件，谁会大啷啷的摆在文渊阁里等你去烧？太后，若审视所言属实，昨夜文渊阁失火便非意外。臣请急召昨夜值守的中书摄衔与羽林卫入殿对质。传证人吧。草民给皇上、太后磕头。你是何人？草民叫王大柱，永和12年，草民是王克王大人的马夫。那年腊月，轿子走到江州界牌岭，天刚落雪，一伙蒙面人从林子里钻出来，手里拿的是长刀，他们不图财，上来就砍人。王大人被他们拖到雪地里，生生割了舌头，又用铁锤砸断了全身的骨头啊！草民被砍断了胳膊，扔在车辕底下，他们放了火，想把人烧干净。草民是等他们走了，从雪地里爬出来的，10个指甲盖都抠秃了，在死人堆里爬了3天才遇着沈长令。长令把草民藏在洛阳乡下的地窖里整整15年，草民连光都不敢见，就等今天，就等今天。待崔远山。王大柱，你居然还活着！沈家这丫头心思比他爹还深。崔远山，当年王克案，你认是不认？认啊，为什么不认？王克拿了老夫通敌的信，不杀他，老夫9族就得去菜市口喂狗。至于栽赃给安宇思，那年头安宇思杀的人还少吗？多背一条命，先帝不会查，也没人敢查。谁成想15年后，死人还会从地里爬出来咬人。岳父，你糊涂啊！你认了，那雪娘怎么办？敏儿怎么办？咱们刘家。没出息的东西！当初要不是看中你听话，老夫怎会把雪娘嫁给你？事到如今，哭有什么用？崔远山通敌谋反，残害忠良，一律斩立决。刘重生包庇逆贼，昨夜火烧文渊阁，欺君罔上，削职为民，抄没家私，3代不得入仕，流放岭南。退朝吧。退朝！
夫人，小公子刚醒，不哭也不闹，乖得像个泥娃娃。暖烘烘的，像一团刚出锅的白面馒头。回吧。哎。去，仔细品肉，上别处闹去。皇城的钟声又响了，隔得远了，听着倒不再那么刺耳。这天底下的恩怨多得像护城河里的沙子，捞也捞不完。但车轱辘只要还在转，日子总归是要往前走的。